不是迷信，无论房子有多大，开门切记不要正对这6种东西。前几天小王的朋友看中了一个房子，带他过去帮忙把关。小王本以为朋友会夸他眼光好，结果他朋友看这个房子大门直直对着里头的卫生间，立马拉着他就走。懂点玄学的都知道，开门不能对着6样东西，会影响家里的风水。这并不是封建迷信，而是有一定的道理。家是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，也要思考各个方位的布局以及效果对我们的影响。有些布局或者物品摆放不当，不仅会影响我们居住的舒适度，也能影响我们的心情，甚至严重点还会对人体健康不利，这统统就是我们所说的风水。那开门不能对着哪6种东西呢？快看看你家有没有中招。1. 开门不能正对着厕所。在一些北上广深的小单间租房里，因为空间狭小，一开门就正对厕所的房子有不少。那是没办法，但可以挂个链子遮挡一下。但是如果我们买房子或者设计户型时，一定不要选择开门正对厕所的，因为厕所在我们印象中都是潮湿、肮脏、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。一开门就正对厕所，这一点让人感官上就觉得不太舒服，总觉得开门一看见厕所就能联想到潮湿的空气、难闻的气味，在视觉上、心理上给人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情绪。其次，厕所是极其具有隐私性的场所，若家里来客人了，一开门就看到你从厕所出来，或者厕所离大门近，在厕所的一举一动都能听清楚，让人尴尬的同时也不能保证自己的隐私，十分不便。而且厕所的异味也会很容易散发到大厅的空气中，降低居住的舒适度。因此建议开门不能正对着厕所，如果已经对着厕所了，可以在厕所与大门之间增加一个玄关，遮挡一下厕所。2. 开门不要正对着杂物柜。开门为什么不能对着杂物柜呢？要知道，一般我们从外面回来，手里很可能会提各种东西，大到各种快递盒子、买的大包瓜果蔬菜，身上提的包包类，小到鞋子、手机、钥匙等等。一回到家，当然想把这些东西立马放下，因此有不少人喜欢在大门口搞个杂物柜，用来装下这些东西。这种做法也是不建议的。试想你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大大的杂物柜，上面堆满了各种东西，即使是分格子摆放整齐了，但是看上去还是有种逼仄的感觉，依然有种乱糟糟的心理暗示。谁不想一回到家就是干净清爽、空间又大的感觉呢？而且开门的一瞬间，空气和杂物柜会形成对流，我们在那一瞬间会闻到杂物柜上各种物品的气味，混杂其中，不仅视觉上给人一种压抑的感受，嗅觉上也能感受到难闻的味道，大大的影响了我们进家门的感官和心情。因此不建议开门就放一个杂物柜，应该移走。可以在家门口边摆放一些大型的绿植，这样一进门又是养眼的绿色，又是清新的空气，让人心情愉悦。3. 开门不要正对着时钟。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家里都不爱摆放时钟了，但是老一辈的人都喜欢摆时钟，但是他们同样也忌讳它，因为钟谐音中有人会联想到送终等不吉利的寓意，因此没人把时钟当礼物送给别人。如果一开门就正对着一个时钟，这不仅从观感上还是寓意上都让人感觉到不太舒服。另外，时钟是计算时间的，让人有种压力的感觉，尤其时钟的指针在不停转动的时候，还会发出滴答滴答声音，一声声催得人心情压抑、紧张焦虑。我们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就想放松一下，谁也不想还在家里摆上这样一个物件。如果你家里有人喜欢摆放时钟，那么就可以把时钟放在家里的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且注意买小一点的时钟，降低声音。4. 开门不要正对着镜子。相信这一点也有不少长辈说过，说开门对着镜子不好，但究竟哪里不好呢？首先，镜子是我们必备的生活用品，尤其是一些爱美的女性，每天都要化妆、试衣服，都喜欢买个落地镜摆在家里，有时候就正好是大门一打开正对面的位置，反光不说还晃眼睛，而且到了晚上还容易自己吓自己，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心理暗示。
一些恐怖片里总是会将镜子作为恐怖元素，比如照镜子时，镜子里的人和照镜子的人动作不一致，恐怖效果满分。小时候我们也没少看这类题材的恐怖电影，看到镜子照镜子的时候，也容易联想到这些，自己吓自己。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，还摆放了这样一个大大的镜子，很容易被小朋友撞碎，镜片还容易割伤小孩。因此家里大门正对面不建议摆放镜子，可以准备小的镜子放在自己的卧室，或者把大型的镜子放在隐蔽的地方，如衣柜门内等等。5. 开门不要正对着卧室。在一些北上广深的单间租房内，经常就是开门就正对着床，开门就是卧室，那是没办法，地方就那么大，也讲究不起来。但是一般的家庭，开门还是尽量不要对着卧室，因为卧室是一个家庭中最具有隐私性的地方之一。如果你一开门走2步就能到卧室，这样的布局不仅看着不舒服，而且隐私性较差。邻居经过家门口，如果卧室门没关，一眼就能看到卧室里的布局，一目了然，一点隐私性都没有。住在卧室里的人经常会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人窥视，然而经常关卧室门又会导致空气不流通，因此左右为难。另外，这样的一开门就是卧室的布局看起来很别扭，感官上就让人不适，即使是装修完成后也一样别扭，因此不建议开门就是卧室这样的布局。常见的做法是在入户门的地方设置一道玄关，保护个人在卧室的隐私，或者也可以把卧室门挪开，与入户门不在同一条垂直线上。但如果是已经装修好的，不能再开一扇门，那也可以像之前的厕所那样做，在入户门和卧室中间的一段距离内，放一些东西阻隔，比如屏风、门帘之类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在卧室时也相对来说有隐私一点。6. 开门不要正对神像。要知道，现在不仅很多教徒会摆神像，还有许多年轻人也开始相信玄学，在家里摆一些神像，图个好寓意，看到神像就有满满的安全感。毕竟经常把在上班和上学之间，我选择上香；在求人和求己之间，我选择求佛，挂在嘴边的上班族。可是说到做到的，家里喜欢摆放一些神像，再在神像前摆放香炉祭拜，瞬间就有模有样，十分方便。但是神像最好不要摆放在一打开门就能看到的位置，懂点相关知识的人都不会把神像摆放在正对门，因为一些宗教禁忌就已经说明了不能正对门摆放，所以建议摆放在内室，而且摆放在门前也容易吓到客人或者自己。尤其是夜晚门一推开，就能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到一尊神像，会吓人一大跳，产生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另外，门口粉尘也多，空气对流强度大，容易让佛像蒙灰。对一些信奉神像的人来说，这样做也不够尊重自己的信仰，所以建议有宗教信仰的人将佛像摆放到内室比较妥帖。除了以上这6个不适合开门就一正对着，还有一些布局也不适合，比如厨房不适合一开门就正对着，这样厨房的油烟会迅速影响到整个家里的环境，还会飘出大门，影响到邻居。其次还有餐桌，也不适合一开门就正对着，因为餐桌很容易摆放一些未吃完的饭菜，这样一进门就能看到杂乱的餐桌以及冷掉的饭菜的味道，视觉上和味觉上都是对人的双重打击。还有一些尖锐物品摆件也不适合摆放在正对门的位置，尤其是一些刀叉类型的摆件，危险不说，从视觉上也给人一种尖利的感觉，并不是让人轻松愉悦的东西。总之，家庭装修关于各个环境的布局要考虑的因素确实很多，尽量要避免以上这些入户门正对的情况。这样做确实不是迷信，还是有一定的实际道理的，从心理学以及健康学角度都能解释得通，而现实体验确实证明了以上几种情况，会影响到人们整体的居住体验。家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地方，是我们每个人温馨的港湾，是每个疲倦的心灵每天都要疗养的地方。想要营造一个舒适、温馨、放松、让人愉悦的家庭环境，
就要注意以上6点正开门不能对着的情况。所以不管家里空间是大是小，还是要注意这6种物品的摆放，给自己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。